美国来说，他什么都要。对他来说，他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他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他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这次包括川普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大陆商务部呢，已经对全球发出的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公告第61号的第6条就规定，境外特定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资，也就是民用跟军用。那当然，多半都指的是稀土啊。这个出口许可的有关文件都要以中文为准。现在不但是要学汉学，还要学中文啊，因为呢，申请表格你必须用中文填写，否则不过关。好，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川普和澳洲总理 Albanese 呢，在20号正式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啊，计划的总额高达8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600亿左右。川普也表示呢，美国希望，并且正在积极建造一条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而且他还预告，他说1年后，美国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将会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听听他的话，真的是很夸张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说。这个是2024年全球稀土量跟冶炼能力的对比啊，你可以发现呢，在2024年产量全球占比啊，中国大陆的稀土全球占比是70%，美国12%，那澳洲呢，就刚刚提到的啊，跟美国来签署协议的，这全球是3.4%，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5%而已，跟中国大陆的70%还是差很远的。另外就是缅甸了。好，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常讲说稀土其实在半导体方面非常重要，在整个供应链你也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占比呢，大概都是超过了50%，甚至是6-7成以上。好，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来晶片制程。当中稀土应用的流程啊，包括矽晶片，包括前工程、后工程啊，这是相关的工序哈，其实跟稀土的冶炼过程很有关系。现在看到了说，美国找了澳洲来合作，但是稀土的关键在于精炼造成的环保问题，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澳洲会帮忙解决吗？这个问题是澳洲有能力解决吗？想也不一定有能力。其实刚刚在何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里头还蛮重要的，不只是这个比例，其实还包括了刚刚讲这里头非常非常关键，对于军用，对于包括半导体非常关键的重稀土的提炼，因为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提炼是包括它跟氧化跟这些矿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副金属，也往往会跟主金属。我们比如说先前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材料，它是要在提炼铝的过程里头顺道提炼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复杂。川普会讲这话，就表明他真的不太懂稀土，或他装也可能装。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如何的难？如果这么容易，其实美国是现在才知道稀土的问题吗？不知道，已经很久了。拜登时代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攻破？而且美国政府过去也不愿意自己拿钱来投资，是叫大家来投资。但是现在终于啦，还是有点突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的出钱投资了 Material AP， 是现在来讲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稀土有提炼能力的，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提炼重稀土。包括不只是刚刚澳洲，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现在他就紧盯着巴基斯坦的合作，因为巴基斯坦也提炼稀土，据说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拥有中国可能有最好的技术提炼能力的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所以最近美国为什么把印度踢到一边，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稀土啊。所以在这个描述过程里头，我觉得它的最大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中美对于稀土战这件事情不太一样。以美国来说，它什么都要，对他来说，它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它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它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对于军用民用是两个不同的圈圈。交集起来的，比如说川普要的，美国政府要的是全部都包括。可是中国来讲，军用是切开的，也就是这次包括川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对，而且我要知道，在稀土政策这件事情当中，中国不是准备你这次美国骂
骂我才准备好。中国已经准备了多长？我认为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研究如何对抗美国战略。所以在这出来的部分是对全世界震惊四座的，真的是定海神针和孙悟空的那一根。所以现在丢出来之后，也影响到整个欧盟，包括这些安氏半导体的部分，会触动有关于包括对荷兰的这里头就稀土。也就是说，这点不只是美国哟。中国大陆现在拿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包括欧洲针对性的荷兰，以及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对于半导体结合起来，跟中国大陆造成制裁？美国制裁，欧盟制裁一个半导体，那中国有准备好用稀土这件事跟全世界为敌吗？对，我觉得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战略思考，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思考。相较之下，美国的需要其实是比较单纯、比较直接的，就给我。可是中国在用稀土政策后面的调整当中，你说只是迁就川习会这么表层的东西吗？没有，更深入、更层次，包括欧盟全部的策略。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都已经思考准备好了。对，因为稀土本身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争霸，其实关键材料，尤其是稀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稀土以外呢，会不会谈大豆？一定也会谈啊。最近也看到说，南华早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啊 ，Mason， 那他们的一艘这个货轮呢，叫曼努凯号，13号抵达了大陆宁波，在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当天就进行卸货，结果就被收取了446万人民币的费用这个大概是62万7千，将近8000的美元啊。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呢，这是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之后第一个被处罚的案例。而《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报道说呢，目前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使用1种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学原料。那最新的数据在中方这边海关总署也公布了，今年9月份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同期170万吨，现在完全归零。9月份大豆进口总量是攀升到1287万吨现在呢，不跟美国买，那跟谁买呢？包括像是南美洲的巴西跟阿根廷都成为中国大豆的新采购来源。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包括药品所以大豆之后，现在包括像药品跟化学材料，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吴岳老师，您的观察？我想，像美中如果双方谈不定，当然从稀土到农产品，到有关于化学的我们所讲的原物料这个部分，都一定会成为重点。稀土其实开采并不难，稀土的关键在于说它的精炼是比较困难的。那这90%的精炼都是由在中国大陆来精炼，就算其他国家开采，你也必须要送到中国。澳洲也是精炼一样。那第二个，现在中国在很多的做法上也在学美国，就长臂的管辖权。所以你看它稀土，重点又不是中文的问题。重点在于说，凡是不仅是境内管辖，境外稀土出口到外国，你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出口的稀土跟技术，中国通通纳管，所以它也在进行所谓长臂管辖权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之间的博弈嘛。大豆的问题，我觉得说应该是只要美中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去年来讲的话，美国出口到中国到大豆占美国出口还有51%左右嘛，那现在降到0嘛。所以说，只要美中能够谈定，我相信大豆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大豆本身的生产的地方都是川普的主要的所谓选区，对，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谈判的要点嘛。那当然，你刚刚所讲的，川普想做几个什么？第一个，他想做半导体嘛；第二个，他想做晶片嘛；第三个，他想做 AI。这3个大概还有军工企业，这4个大概都是跟稀土精炼有关。那第二个，川普一定想做什么？想做汽车嘛，想做制造业这个部分嘛，想做所谓造船嘛，这个部分也跟稀土有相关。那第三个，川普想做什么？川普一定想做有关于医药这个部分嘛。是。那医药这个部分当然原物料会有相关嘛。所以美中这个部分，它的所谓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目前为止仍然还在博弈持续当中。双方都是累积实力，而且双方都已经去运用到长臂管辖的部分了。那双方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主轴。但是不破是底线，因为一旦破的话，对双方的承受度、冲击度非常大。中方现在就是如法炮制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打大豆的，因为大豆跟民生相关你知道大豆这个所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非常的多而且呢，讲到民生呢，10月底因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圣节现在你知道吗？一顶便装帽子呢，这个要价是30美元，大约台币是1000块钱
天哪，很难想象哈。那美国90%的万圣节商品呢，都含有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有一家这个万圣节用品的公司老板就表示说呢，大部分的儿童服装价格有可能会上涨3到4美元，成人的这个大人的服装上涨5到8美元。另外，在北卡，那这是全美家具之乡啊，北卡罗来纳州一家这个家具厂的执行长也说，这个产业的利润通常都只有4%到5%，但是他们已经连续5、6个月吸收全球关税的1半成本，现在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呢，最终这些成本，抱歉，还是得转嫁给消费者。好，现在看到了，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开始出现的效应，已经逐渐深入到是美国民间啊。可是单靠他现在要补贴啦，关税的收入 cover 得了吗？大使？应该是没有办法 cover 啊。那个基本上关税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或中间商，他只会消化一部分，他没有办法全部消化，而且可能就一段时期。对，有人算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80%，基本上都是由消费者来转嫁。那事实上你算一下，现在美国大概给他的进口东西平均的进口的关税大概加到20%到25%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25%我们就算一个8折好了哈。如果是20%的话，那16%。所以美国的这个各种物品它可能要增加16%，那最后由消费者负担。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他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这次没谈好，中国大陆所有物品变成100%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很多货品会缺货。而不是说这个会涨价的问题啊，这个根本就不会进行交易了。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的采访时也坦言，他说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关税这个威胁要征收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祭出了稀土出口是采取事先审查这个措施之后呢，目前看起来是在12月1号才会正式的来实施，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呢没有进一步的公布。而川普呢也一度要威胁呢，说从11月开始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些商品当中呢来加征100%的关税，甚至还扬言说 APEC 那么习川会就干脆也没见面的必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后来改口表示，他说什么呢？他说跟习近平相处得很好了，认为美中之间没事的，但必须达成公平协议，而且他说这一定要公平。另外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也表示，如果北京放弃最新的稀土出口管制计划，那么美方愿意延长对中商品高关税的暂停期限。目前说法是说大概再延3个月不过中方会理会吗？好，贝森特最近也才言辞批评了中方的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成钢。而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川普呢再度抛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从11月1号开始因为是在美东时间1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11月1号开始对进口的中型还有重型卡车以及相对的相关的零件课征25%的关税。而且对进口巴士要加征10%的关税。其实讲到了习川会，大家都在看这个川普好像是比较想见习近平不过现在习近平就是按兵不动。可是看到美方似乎也只有一招，就是关税、关税、关税。聂老师 ，OK， 西洋拳、太极拳的这个搏斗已经非常清楚。太极拳打得很凶，打出去，3招就你讲的关税、关税还是关税嘛。打到最后，你看那只龙从海中突然跳出一只头，他想打它，哎呀，你看被我打下去，噗，身体再打，发现身体这么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海中的龙这个潜龙到底里面有多少的太极拳的实力，这个逆来顺受来回击你。是，我觉得他怕到不得了，美国怕不了，所以当然会想见习近平，因为他真的想一窥究竟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喊在天空中的老鹰，天天喊关税关税，我要吃你，你再不听我就要打你。他喊欠了全世界，但是这只龙真的有太多的武器。你刚刚讲的震撼弹是震撼弹吗？还是关税？卡车巴士又怎样？我跟你讲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关税这个稀土禁令，这个他的62公报本，你这个严管主审都给我放弃，我才不科你，才再给你延3个月。第一个延3个月没有意义，第二个100%也没有意义。大家去想一下，曾经都145%了。我现在在重点，美国其实慌，但是其实中国也是慌了，才在10月9号丢出这才叫震撼弹，就是严管和主审。
这个啊，大家一定要去爬文。其实中国会丢出这个是有2个原因。当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未来的终极战争就是晶片的先进制程和稀土里面最高阶的可能军用等等的东西。可这里面都有所谓的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这就叫技术，因为在9月20号有个潘朵拉的盒子到了白宫，竟然有一个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这个很可怕总理这个谢里夫和元帅这个穆尼尔拿到那边去打开，告诉川普，我要贡献给你，你也要保护我，印度不要只对他好，中国有帮我，你也帮我，这个严重出卖中国，使得中国害怕这个技术会出去，因为这技术里面有所谓的氟碳、锡矿以及毒巨石等等的。我必须说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很大的豪赌必输，但我要讲的是，那美国怎么办？中国当寄出来以后，刚好师出有名嘛。如果不是这件事，他师出无名，他随便打，还真的中到了贝森特讲的，他在敌对全世界，要毁坏全世界，其实完全师出有名啊。老师也看到是中方寄出的，像是美方先前对中方所实施的这个常备管辖哈。那但现在就想说 ，APEC 到底见面有这么重要吗？见面如果真的能有实质的效果，那就算了嘛。你怎么看？我跟你讲 ，APEC 他们一定会想见面，是川普想见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2013年呢，美国 shutdown 19天，其中在10月5号到7号，在印尼巴厘岛开了一个很重要的 APEC 第21次会议，亚太经合会议。讲不好听一点，全世界21个国家就是要稳定亚太的金融，当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国际间经济这个亚太金融都不是最重点，就是中美贸易战。各位啊，当时奥巴马也要跟习近平刚上任的2003要见面，那是奥巴马第2任期。各位如果回想，当然这是过去式了。当时呢，奥巴马因为shutdown政府下他没有去，所以那时候一枝独秀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讲不好听，川普绝对会想去啊，那当然也希望能见到习近平，搞不好习近平。我当然不可能，但是也搞不好就不过去，然后让你一个表现。当然这个会议太重要，习近平还是会去，应该会见面，也会谈，但是谈不出东西，因为中国在后面的整个智囊团的策略在设计的时候，他们还有其他招式要出，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烧赢了，他要乘胜追击，步步为营，要让美国真的赢不下去。所以 Ross 也觉得习川会见上一面吧？目前真的是很难讲啊，问题到最后都还有变数。当然了，第一，因为政府关门啊，或许最后其实川普放弃去亚洲这个亚洲行是还是有可能，那是真的。理由是要先处理内部。但是另外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那中方一定会拒绝啊。川普的想法态度个性又不一样，你给他一天几个小时准备时间，他应该会说 OK 没有问题，我还是给1对1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中方这方面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所以他就是习近平本人或他们俩，他们一定会需要几个礼拜准备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所以你觉得中方打出稀土牌是有效的吗？快答。没有，我觉得你觉得没有效？目前没有效。好，我进一步问你哈，因为这个财长贝森特他已经批评了说，北京的管制啊，说稀土出口是与世界对抗，他要拉着全球啊，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为敌哈。他也告诉媒体说呢，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特别强调，盟友来说是一个清楚的讯号，就是大家必须团结，而且我们将这么做哈。那当然，那个国务院旗下就是大陆国务院旗下的中国网也发表文章。他特别强调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就是因应境外组织把稀土转移到敏感领域的必要之举，而且这句话很重要，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好，有一份资料研究是这样讲哈，稀土交易所的指出呢，美国目前缺乏全面的基础设施来挑战中方的稀土主导地位。而且他们估计至少要大概到2040年才能够实施供应链的自主，就算乐观一点，也得在7年也就是2032才有办法实现。所以现在说，为了这个关税，美方大概有筹码打关税战，但是没有筹码打稀土战要团结网友怎么做？目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可以设这些关税，问题是中国的相关业者还是要赚钱。他们不能不卖出去他们的东西，这些稀土，所以即使中方有设这些限制出口管制机制的话，迟早还是要答应业者把东西卖出去。好，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中方还是得要卖东西，对，那美方也是一样，他还是得要买东西，所以双方就盯在那个地方，不是吗？美国还是会继续买，其实这个有点像农产品一样，目前中国不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对美国农民也是对川普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中方还是要买这个东西，
当然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可以去巴西或阿根廷，但是他们比较就是业者也是比较希望可以继续买美国的商品。目前有看法是认为说关税大概只能换到大豆，他没有办法换到稀土，觉得？这个其实也要看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见面。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Trump is the best negotiator， 对不对？他自己认为，什么谈判，我是谈判王，对不对？只要是有机会进行谈判的话，对，什么都可以交换，达成共识。那你怎么看稀土本身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现在中方长期会把稀土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哈，那让美方因为一遇到稀土就立场软化哈，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美国有什么样的对策？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是结合澳洲，它有相关的一些稀土的策略，可是精炼的部分，就是精炼这一块还是得回到中国大陆，所以结构性问题怎么处理？这个川普政府已经有相关的动作，第一会松绑相关的许可的这个申请或核准许可的程序了，那希望这个精炼可以在美国扩大。对，那另外，川普政府就是跟过去美国政府非常不一样，已经开始直接把美国政府的钱投资相关企业。那如果再次会有类似的机会，因为前几个月国防部有大投资在一个精炼公司，对不对？7个，对。那川普政府已经说了，如果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投资了。那我相信，不管是川普政府或下一个美国总统等等，那以后美国政府可能因为这个是关键的产品。为了国防，为了美国其他的行业，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直接投资这个行业，把这个精炼拿回到美国去了。好，所以关键就是时间问题啊。姜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右边啊，这个是《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啊，叫 Miller。他说呢，中国大陆的稀土许可这个合可制度的影响啊，几乎可能会遍及全球的晶片业者，但是也会加速全球发展出一个非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另外，在右下方呢，聚亨网啊，北风窗。他引述了北风窗的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项法宝，就是全球工业用的金刚石啊，中国大陆的占比是95%啊，这个产量非常的高。那这个金刚石呢，这工业用的金刚石是具有高硬度、高耐磨度的特性，特别用在晶片生产线上，你要来切割细片的，这个细片如果不能切的话，就完了。那所以我想请这个姜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科普一下。稀土当然分非常多种哈，在晶片制造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怎么看这个工业用的金刚石 ？OK， 好，那其实稀土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某一种土，那其实稀土它是17种的化学元素的总称哦。在2024年，那稀土呢，在中国其实有占70%，然后它精炼啊，全世界送到大陆去精炼有90%。那第二大稀土生产国是哪里？其实是美国哦。美国是11.5%，它其实只占1/6。那再来是澳大利亚跟缅甸的总和大概是10% 左右。所以其实稀土到处可见。那为什么现在会弄成这样的僵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高污染的东西。那高污染的话，那过去美国就觉得这种高污染的东西应该在开发中国家，比如说丢给中国啊。那比如说像半导体，美国也觉得这个东西高污染。很没有效率，所以就丢给台湾。那导致因为过去因为全球化的分工，导致现在反效果来了。现在后悔莫及啊！后悔莫及，那没办法。那我要很快的去重振整个样子的制程，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同时呢，刚提到稀土其实到处都有。那目前日本的话是在那个海里面去挖海里面的泥土，然后试着要去精炼。那刚刚有提到说稀土要用在半导体的哪个部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通电的东西会需要半导体，能动的东西会需要稀土。OK， 那什么东西能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马达里面的磁铁都会用稀土。那刚刚提到的研磨会用到稀土。那又提到刚刚又在说，大陆好像有个大烧招叫做人工钻石嘛。那人工钻石用在哪里？第一个会用在研磨。那第二个，他们可能会说用在切割，但是目前来说，晶片因为很优秀，所以它基本上是用雷射切割。那有一个可能也许是记者朋友，也许是物质，因为英文都是 diamond。那 diamond 还会用在哪里？新的第5代的化合物半导体，它其实就是钻石，用蒸镀的方式。那过去可能是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
到第5代，我们过去都一直觉得说第5代化合物半导体可能大陆追不上来。那最近有一些论文的引用，还有一些论文的发表，发觉说，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化合物半导体这一块追上来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去看哈，现在从美中之间的竞争，你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似乎抓到了川普的一个盲点或者他的软肋哈。不过不是稀土，而是美股怎么说？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中国大陆在10月9号，他们商务部突然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境外组织和个人出口含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产品，或者是使用大陆相关的技术在境外生产，都必须先取得中方的出口许可。这个消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川普听到看到当然火大，立刻就发了刚刚说的长文，而且还采取动作反击。这特别之处在于，这次根据中方的公告，最终用途是研发还有生产14奈米以及以下的逻辑晶片，或者是256层级以上作为记忆体用途的储存晶片以及制造上面这些所谓的制成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测试设备跟材料，或者是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人工智慧的出口申请，都会采取逐案审核。讲大白话就是越来越严格。好，川普就发文痛批。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做法，会觉得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做法好像是美国在做的这几乎就是美国怎么做，中国大陆就怎么做倩姐怎么看？对这一轮呢，当然是将来会造成的后果会是稀土的去全球化，它不会是一个全球自由流动的。但是前面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稀土管制的全面化。事实上，就跟美国芯片管制的全面化几乎是一模一样。对。那么中间呢，它除了是我们平常看的，譬如说原产地的规定还有你出口限制以外呢，最重要的是 FDPR， 就是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那这个 FDPR 呢，让美国当时能够扩大它的管制的范围，是包含了原技术、设备、外国产品，甚至呢。可以追溯到最终成品里面，只要有美国的部分，它都可以管制。所以呢，你现在看我们这一次中国大陆所做的这个稀土管制，它表面上就是稀土、磁铁分离技术跟设备，就是连设备都有了。对。但是它更重要的，它有特别讲的是说，可以追溯中间的含中比例，就是中国的比例跟成分。还有呢，加工环节。那这2个呢，就在域外就有适用了，其他的国家就会纳入这个管辖。对。所以，如果我们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回溯一下呢，我认为中国大陆大部分都是在做的工作是叫做反制，就是当初你用晶片卡脖子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回击。那光是最近一段日子你所看到的，美国要增加关税的同一时间，美国的股市就大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的话，是美国的企业会丧失中国的市场，是所以说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但之前还是有很多东西譬如说14号就要开始的港口税，你要征，那我就对等的征，就是对等，这是在 WTO 的规定里面是可以的。所以港口税美国要做，那中国大陆也要做。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到有点像是桌球或者是那个网球，对，不是乒乓球呢，就是网球，就是你来我往，已经越来越快。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围棋就是大大的大范围在棋局里面的布局，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快要到收官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就是14号的港口。那另外呢，同一时间你有看到说最重要的铁矿可以不用美元结算。那么如果说很多的重要原材料、原物料不用美元结算，那当然在美元结算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它的掌控力就会减少。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交易只有10%了，对，可是其他的国家跟美元还有很大的交易，所以说
不用美元结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 domino， 就是多米诺的骨牌，它有一个骨牌效应，接下来会产生效应哈，就会产生效应。如果澳洲可以，那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好，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光是在稀土这个地方，美国运用澳洲跟马来西亚一直做了很多的布局，可是中国大陆马上就跟进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跟安华也在马来西亚布局，所以你在每一个场域中间都是你来我往，而且非常快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为什么比照办理是不行的哈？对啊，因为你卡我晶片，我不能够卡你的稀土嘛。对，所以我把它称为稀土管制芯片化啊，就是说美国芯片用的这些方式或者是晶片啊芯片。那么现在呢，中国大陆就是用来做稀土，主要的原则就是 FDPR。这 FDPR 一旦做下去了以后，它可以扩大它的管制范围，就好像现在在所有的芯片中间，从原材料、从光科技、从每一项都在美国的管制范围中，甚至呢，你包含了用了美国的技术。那现在中国大陆在稀土这边有说，如果是韩中的比例或者是加工环节，也是在管制范围之内，所以。在美国的智库都说哦，你把稀土武器化，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全世界先把贸易武器化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对，而且从川普的发文呢，在发文之后，其实也看到美股接近周末的时候呢，出现了大跌哈。我看道琼就跌了超过500点啊。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下个礼拜会不会继续的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可是还要请教您哈，现在川普已经警告了，我就是要祭出加征100%的关税，大陆会比照办理吗？您觉得？不需要比照办理，因为这世界上的战场非常多。我们今天都还没讲呢，委内瑞拉难道不是一个战场吗？在委内瑞拉被美国全力的卡死的时候，它现有的政权被卡死的时候，委内瑞拉它的石油出口、它的其他大宗物资也是跟中国大陆做了很长的交易，甚至其他的国家未来也有可能用物交易、用 barter 的方式。所以呢，它不需要直接在同一个战场上你来我往。但是你有你的叫做什么过桥梯吧，那我也有我的工具，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它的战略的定力非常的大，是有点像是我今天抄了一下啊，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你要怎么样去强横的要去主导秩序的时候，我有我其他的战场。在其他的战场上，有你没有办法绕过去的这些现在叫卡脖子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1对1的对应。我再问一下哈，因为这张图哈，其实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在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国防，还有包括 EV 啊，就是电动车啊，还有呢医疗相关的产业相关的机器人啊，你可以看到这一行啊，这是告诉大家说，大陆在稀土上面所占的比例啊，这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所以稀土确实是美国的软肋了。对，尤其是你把它分成前面的开采分离，后面的精炼，对，一直到永磁体的制造，越往后面做，中国大陆的优势就越强，尤其是在永磁的部分。那这个永磁的部分大概应该是有80%左右，包含技术。是。那么，所以你在这些所有的技术在转型的这些比较先进的科技里面呢，当然都会需要，不是需要那个 earth 啊，有些军工产业在提炼的时候是需要那个土，但是也有很多呢是需要你后面的永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点，而是一个全面的，在未来转型中间的一个关键原材料。这难道不是跟晶片非常像吗？全面的白热战开始啊，这个白刃哈，就是你捅我，我就捅你哈。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PEC， 马上在10月底在南韩要举行。川普现在最新的说法哈是说，本来在发文我们看到说，他说应该是没有见面的必要哈。可是呢，最新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川普又说没有啦，没有取消川习会哈。你可以看他变来变去，变，怎么看？的确是变来变去了啊。我觉得重点是他川普最后会不会去参加？你觉得他？因为不久前有新闻说他或许不去，或者他只有在前一天的晚上年会出现，但是正式的会议不参加。所以南韩灰头土脸啊。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去，而且本来要去马来西亚，对不对？然后后来有新闻说，除非泰国跟柬埔寨在旁边，在他的见证之下签和平协议，他也不去了。对不对？他告诉大家，我不是随便出场的。所以，其实说实在，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计划。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最后他还是去参加 APEC 的话，那
只要习近平在场的话，他们就会见面。那你觉得习川两人哈，就中美在这一次的元首会，如果真的能够会上一会的话，双方各自想要谈到的目标是什么？对川普来说，从他今年1月底上来到现在，他看中国中美关系，他一直以来都是把 focus 焦点放在贸易这方面，先买大豆噻。对，他没有谈到其他的过去议题，比如说台海，他自己没有谈，对不对？香港、西藏、人权这些议题，川普都今年都没有提这些问题，而且国务卿Rubio 也很少提这些议题，是偶尔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个 Mike Pompeo 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么常提到相关议题了，所以 Trump 都是把 focus 在贸易方面。所以如果他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在 APEC 旁边见面的话，Trump 只会想谈贸易，其他的议题不管是中东、乌俄战争等等，Trump 根本不想跟习近平谈这些议题，只想谈贸易。但中方不可能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当然了，如果见面的话，中方至少除了贸易之外，也会提到台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除了台湾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或许会提到中东，要看到时候情况是如何，这个天空会不会维持。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陆商务部寄出这个新一轮的稀土管制措施之后，确实真的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真的是气急败坏不然的话不会，你很少看到川普发文发这么长的漏等的吧？其实我觉得他昨天美国时间那么生气的话，是因为他以为全球的 focus 都是在伊哈停火，没想到当天中国会先抢新闻，然后抢国际新闻，再加上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但是他早知道拿到的可能性是不大了。那聂老师我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因为大陆股市在周末之前，因为这个稀土管制的政策出炉之后那么对于这个3大稀土巨头就是中国北方稀土的股价看到是上涨9%，盛和资源控股公司是上涨7%，金利永磁呢是超过了12%，所以呢。未来如果在实施了这个严密的稀土管制之后要想的一件事情是说找买家的事情，完全靠内需市场够吗？够了，我跟你讲，这样讲好了。我当然答案这是先讲肯定的，我先讲投资人是聪明的嘛，他们为什么会一下子让中国北方这个盛和资源以及这个这个所谓的金利这个永磁能够涨这么多，而反而这个西方市场这个股票大跌，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这个不是问题，而且会推动他们稀土的未来更好的愿景。对，我先讲一下，实际上你刚刚讲这非常熟悉，有没有？你要知道，在2019年、18到19年13轮的川1.0谈判，美国压着中国的脖子这样子走，中间最严重是在1月到6月有7次谈判都谈不成，到最后他们真的是毛起来了，讲了一些重话。就拜登接去，在川普2.0之后，实际上他要丢关税之前，中国就讲了一个更狠的话，他说：“我知道你要打仗嘛，对不对？不管什么样战争，你货币战什么贸易战，什么战都可以，甚至各式的战争，我们奉陪到底。”记得这句话，这4个字实际上他们隐含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做，我们就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所以你说熟不熟悉？当然熟悉啊！华为清单在2009年不是3次波清单吗？对，把你封锁到所有的出口管制全部封锁，还不只是在2018开始打中兴、华为这样而已，就是打到了现在，其实中国就学你这一招嘛，就是以牙还牙，非常清楚嘛好，那我今天要讲就是说。那你要知道这一次做的，我觉得他61号和60号公报主要有2件主要的事情。其实稀土的17种原料，它要做的东西太多，像刚才有这个永久磁铁、永磁这个磁铁等等的这些东西，对这个到高阶的科技到军用时要使用的，这才是他们关心的，倒不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我先讲，它这次叫做严管，第二个是主审。这是2个，一个是技术的严管，因为一样的，美国也是在技术上特别严管它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锁你成熟制成的晶片它哪要锁你？你看 H20到了中国算力，这个从H100降到28%的，结果中国也做起来了，对不对？就把你这个黄仁辉的 NVIDIA 都打回去了，有没有？你自己看这个 RNT 这个Pro 6000不是也都打回去？比方中国在成熟制程，甚至再高一点，接近到先进制程，他们自己都做得到，一样的道理。对。稀土我先讲一下，第2个叫主审，就是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个人真的要聪明的话，第一个 IQ 要够高嘛，你的 AI 我们讲机器人 AI 这个脑要够好，越好就是越细的纳米精度越小，在越小的地方容越多的，又14纳米以下的东西，它是审这个东西。
第二个记忆要好嘛，对不对？你聪明但记忆力不好也不行，所以它的 memory 它的层次要在256以上，就主审、严审这个是审这个。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如果用到了军事更可怕，所以为什么你知道终极战争最后可能真的打起来就是比武力是打军事？可是我觉得现在终极战就是稀土和这个所谓的晶片的终极战争。我先拉回到最后一个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稀土跟晶片一样有高阶、低阶，晶片有所谓的先进制程、成熟制程。你知道这里面太多东西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储量哈，这个1.2亿的储量4400万吨在中国，它占37%。产量呢，它27万吨，是比美国4万5千吨要多6倍。那重点是它的萃取冶炼这个技术啊，在那10年从徐光宪和他的这个夫人嘛高甲霞研究出来这个所谓的萃取分离技术之后，这个技术啊，就像你黄金要萃取到99.9%，那不是那么容易啊。它的技术已经控制到全球的90%嘛，所以美国怕的是这个，所以它严管是这个东西嘛。那你说它怎么会卖不出去？它成熟一般我们讲低阶的这种民用的，其实大家需要的，它一样这个市场会很大啊，所以股票会涨啊。但是那种高阶的却需要的，我跟你讲是很大到你可能做不出这么多哎，就跟晶片一样啊。台积电全世界强，所以他怎么会担心呢？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投资人是聪明的。美国的财政部长 Bessent 跟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的何立峰，那么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第4轮美中经贸高阶的会谈。外界非常关注的是，这个会谈呢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大家一直议论纷纷的川习会两国元首的峰会。另外呢，双方现在在贸易战是进入了延长赛的时间呢，但是这第4次的经贸高阶会谈会不会谈出最后也是一个继续往后延呢？值得注意的是呢，最近中美双方的高层也看到他们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包括两国的防长通了视讯电话，另外外长王毅跟 Rubio 也是通电话，都在营造一种似乎想要管控冲突的这种和缓的氛围。但是回到谈判桌上，但最后还是得谈啊。那么要谈就得要有筹码。我们来看看在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给大家美中双方现在各自握有的谈判筹码有哪些呢？比如在画面正中央，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筹码呢，像是晶片出口管制，这个管制要不要再加严呢？还有呢，就是 TikTok 的禁令现在还握在手上。另外就是芬太尼的议题，会不会因此而加征关税？中国大陆当然也不是吃素的现在包括了稀土出口的管制，还有就是 TikTok 也是相对来说的筹码，还有就是我们不断在这几周告诉大家的大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张牌，所以大使您看到中美双方现在都在玩牌，我们都说他们都有 cards， 您怎么看他们各自手上的 cards 还有发挥的效力？cards 就是说，事实上的话，双方都可以手上掌握卡对方脖子的很多工具都不止一项。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双方呢。基本上，美国还是采取进取的态度，也就是说不安于所谓的现状的冻结。那么中国大陆呢是态度是越来越强硬。那过去是所谓的要谈就大门敞开，要打随时奉陪到底。那到最近李成钢在华府访问，李成钢也是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副部长，对，首席经贸谈判代表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中国贸易对美的新政策就是只会谈不会让，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立场很明显，而且更强硬的感觉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本来这个美中贸易战本来都已经开打了嘛，当双方互加到145、125这样子的高度的时候，接下来这日内瓦会谈、伦敦会谈。5月日内瓦会谈，6月伦敦会谈，7月斯德哥尔摩会谈，那基本上双方关系已经稳定了。那么7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谈那么达到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的经贸的措施暂定措施延续到11月底延续到11月初，对，这个中间就不再谈，不再有变化了。起码双方不满意，可是过去尤其在这个伦敦会谈确定的这些相互的贸易条件，他就给他停在那个地方了。
那免战牌高挂，一直到11月初。大使，您觉得会不会继续谈到最后，是还是继续往后延？因为已经延了现在看起来不90天了，是不是情况不是这样。OK， 因为就是说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川普事实上话，那是不是一日数变啊？那1月也有好几遍。那川普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他最近尤其在这个7月斯德哥尔摩会谈以后啊，他又出招。他第一个他觉得稀土的部分你耍我，你不是要开放吗？可是我好像还是有问题，不是我预期的那么好。所以第一个稀土他又出来 complain， 就是说你不给我的话，我有什么？我有毁灭性的武器。他讲的话很重啊。那第二个就变成川普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我觉得他过去可能有谈，不是那么，他居然在他的那个 True Social 里面写篇文章说，我们的大豆实在非常好啊。你们应该买我们的大豆啊！然后最后赶快来买。结尾是 Thank you President Xi。他先谢谢习的，那就是说他这个农业州的压力现在极大。对，我的了解就是说，很多农业州的农民濒临破产。对，那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贸易战开打，不是大豆不买啊，玉米也不买，小麦也不买。大豆最近还遇到盛产期耶，盛产期。什么都不要，大陆现在什么都没有进，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又变成川普又要找中国大陆来开刀。第三个很关键的就是说，美俄的关系短暂可能透露出来那个蜜月期现在已经破局了，美俄关系走恶。过去美俄关系如果说就是说改善的话，那就不会说哎呀你去买俄罗斯的煤油我就制裁你，对。你去买俄罗斯的原油，是我制裁你。对，现在美国又要天天在喊说，我要对俄罗斯进行新一波的制裁，又怎么更加强制裁？那这个关系走又会想到中国大陆还是俄罗斯尤其原油的一个大买家。那所以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就变成就是说，虽然7月份的斯德哥尔摩是说免战牌3个月，现在看起来挂不住了。所以本来这个。川普没有等1个月，他就准备翻脸了。那个时候就看到李成钢突然说：“我到北京去一趟，我到华府去一趟。”所以李成钢8月27到29到了北京去，到了华府去了一趟，接触面非常广，跟这个商务部、跟 USTR、跟这个财政部都见了面。他出来接受第一出来谈他说会谈没什么成效，会谈没什么成效。然后他也撂了一句话，他说：“中国贸易谈判的新策略是只谈不让。”对，就像刚刚您提到了是说在中美的高阶经贸会谈之前，李成钢先把中国大陆的立场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告诉你说我会谈，但是我不会让这件事情。那现在看到美中双方当然都高来高去彼此过招。美国现在也打一个算盘呢，就是透过墨西哥来间接的对中国大陆打击，因为墨西哥传出正在计划呢，要对来自没有签署贸易协定国家的关键进口产品要大幅的提高关税。当然，这当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目前外界预估恐怕就是中国大陆的汽车专家指出呢，大陆的汽车将面临最高50%的高额关税，这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最高上限。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呢，去年欧盟也把这个税加到了45%，所以看到说会不会对于这个中国电动车有冲击呢？结果呢，中国的电动车照样在欧洲还是卖得顺风顺水的就是比亚迪在欧洲的销量现在飙升了3倍。所以说，现在回到了墨西哥这边陆老师，您觉得墨西哥当然夹在中美之间，它是非常为难的，可是它不得不得做出一些决定先来聊一下，您觉得墨西哥两难是什么呢？墨西哥的两难就是它在跟美国之间，它的关系非常密切。那它出口的70%都去往美国，所以美国是它最大的这个出口国，也占它的这个贸易的比重非常重。那中国呢，又是在墨西哥呢近年来投资最多的公司，那双方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密切。那墨西哥的这个汽车人口，包括它相关产业的话，将近150万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对，老师点到一个重点这个中国大陆汽车业对墨西哥投资的金额是超过70亿美元。对，然后呢，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就业人口的来源。对，所以这样比较起来，
所以墨西哥的纺织、家电、汽车零组件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来供应，而且中国大陆是以很便宜的价格来供应。但是即使如此，假设墨西哥要实施50%，从20% 的关税提高到50% 的关税的话，它目的是想削弱中国的竞争力还有销售量。当然，一方面是跟美国一个交代，一方面美国在策略上希望墨西哥这样做，最主要用意是他想要成为一个案例范例。如果以后他要求其他国家对中国课2级关税的话，有一个例子，你看墨西哥这样做了，你也是可以的。但是回头再看，比亚迪在欧洲45% 了，那它还是一样销售量增加3倍。那同样的，比亚迪的车在墨西哥，可能它最便宜的电动车大概65万的台币左右，可是美国通用汽车在墨西哥一辆车可能要130-140万台币左右。所以比亚迪还是有竞争力，即使磕了50%，对中国的电动车来讲，应该那个冲击是没有那么大。但中国考虑到就是同样是美国的策略，就美国如果这样二级制裁策略如果成功，其他国家仿效的话怎么样？所以中国必须思考的说，那我要不要反制？我要不要有所因应？这就是中国现在在思考了。北京现在已经放话说，他们一定会提出反制啊。对，您觉得他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反制？我觉得，因为墨西哥跟中国目前的贸易关系非常紧密，那它的汽车零组件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如果它去涨价的话，那墨西哥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中国一定会跟墨西哥来谈，你这样对你的通膨、国内的物价通膨说不定会有影响哦。你汽车销售金额提高，这样对你好吗？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这样。如果或者中国呢，也会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墨西哥比较依赖中国的这个产业来做一个制裁，来作为一个因应。否则，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对中国做2级制裁的话，那中国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是喊到50%啊？但是基于您上次这刚刚讲的以上的考量啊，最后墨西哥把它稍微微调下来，不是刻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但是又对美国有交代。我想墨西哥是两边为难，也希望两边都和好。因为一个是对他最大的出口国，一个是可能最大的这个贸易国，所以他希望两边都好。那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墨西哥真的要磕50% 的话，那他说不定会在其他方面有所补偿，来做一个交换。我觉得墨西哥在策略上它是非常灵活的。对，就是在决定这么做之后，要考虑的是要付上的代价是多大哈？那当然，这个全球的关税大战呢，现在看到就是中美两强彼此的过招啊。不过数据上面确实看到一些很现实的情形，就是美国呢来看，美国8月份的通膨啊再度的升温，因为8月份的 CPI 这个通膨指数呢是2.9%。虽然说是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升幅，而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逼近4年的高点。耶鲁大学的报告甚至估计说，新关税政策会让美国在2026明年会多出87.5万的贫穷人口。但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总出口啊，最近这一阵子呢逆势成长6%，尤其是对非洲、东协跟欧洲都在扩张。所以从数据上面来看，目前为止中美的贸易战现阶段似乎是可以说是中国占上风吗？我们怎么观察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杨老师，我在想其实这个美中两国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围堵对抗，包括博弈充其量呢，其实在经济层面上就是凸显的现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那实际上我就长期看起来呢，其实美国应该是比较能够占到上风因为短期之内其实我知道这个商人伤敌1000自损800嘛那但是长期来看，它是美国还是比较优势因为我在想说，美国之所以川普要推行他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新政那来自于当然他要重振他的制造跟他的这个就业的长期布局对，因为毕竟呢这个全球化之后，那美国呢包括人物金情报就慢慢的往中国去移动那造成这个美国的一个产业空洞。那因此，它如果透过这个关税呢，当然能够让这个产业来回流那而且这个国内的一个生产，当然价格是比较有这个所谓竞争力那至于这个它现在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考虑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新政
他在乎的不是所谓的一个经济，那到底他的贸易怎么样？他另外一个成本考量或一个算计呢，是认为透过这个关税新政呢，来笼络甚至来控制呢其他从他盟国跟非盟国，尤其像日本、台湾，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是以所谓的这个一个利益外交那当然他能得到一些好处那所以看起来呢，虽然短期内可能很多国家，包括盟国跟非盟国，可能对他有意见，但实际上对美国，川普是得利的那至于中国呢，现在看起来呢，由于这美国一旦这个推行这个新政，甚至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经济围堵的话，那现在中国呢，它面临几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三头马车的一个失控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真的外资，第二个它的内需，第三个它的出口三头马车一旦现在情况不是很理想而且甚至有经济下滑包括我们知道它的房地产的一个泡沫包括它的一个失业人口包括它等等一些就业率的一个下滑等等，那当然中国现在此刻处在的呢是比较一个不利而且是下风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到一个长期的一个较量来看因为美国呢它毕竟现在是一超多强的一个超级大国那所以它有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而跟它国内韧性的优势，因为譬如它可以更灵活的运用它的货币政策，不停的印美金然后它还有完整的一个社会链、供应链跟它的经济链所以它比较能控制整一个经济的脉动那相对的呢，如果中国呢不能提升这个内需，包括这样让三头马车能够赶快活络起来，那显而易见的呢，这个中国就会慢慢的处于劣势所以我说整个长期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就我们的观察，而且我觉得川普呢，最后还是会得到占到上风。中美两个大国其实现在都在比谁的底气足那么谁能够撑得久的话，当然就有更厚实的这个筹码。我刚刚也看到说，像是中国大陆虽然说在美国的关税战之下，它的出口受到影响，可是你可以看到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非洲啦、东协跟欧洲的出口量都还在扩张当然这也是跟美国能够叫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